温先生，已经详细审问过了，这几人来路可不小啊，正是到了定妃公子手里书信那帮人。那信呢？我们上上下下都搜查过了，什么信函都没有，反倒是搜出了这些银票。那逆党头子说，信交给了姓魏的一名大人，因是周银之物意，这银票就是对方给他买信钱。那这倒是对上了，我们遍寻不到的东西，偏偏跑到他手里边去了。他想方设法的筹钱，借周银之之手买下了此信。到底还是年轻啊，不知人心险恶。这次要不是你出手，不知道那些逆党还会做出什么事情。好一个宁儿啊！你笑什么呢？你自己看看。这什么玩意儿啊？还说宁儿不知人心险恶，我看他早就把你我二人算计进去，借着我们之手除掉后患呢。这是何意啊？先是故意拿着焦安到幽篁馆来卖，引我们怀疑他真的出了事儿。若非是他同游芳吟叮嘱过，按游芳吟那死忠的性子，如何能被你问出话来？还有周银之的行踪，刀琴剑书的行动，这桩桩件件，恐怕都在他的算计之中。暂且不说这么短的时间能不能凑齐这5万两银票，谁知道这帮歹人会不会拿着信再去卖给别人啊？所以，我们绝不能放他们离开京城，必要绝了后患才行。我已经挑了兴魏中跟我过命最靠谱的兄弟了，可若要将这帮人斩草除根的话，肯定免不了一场恶仗。这动静要闹大了，闹到国公那儿。上次我们从尤家那诈来的钱还有些剩余，你先拿给这个人，放他回去，跟他说3日之内我会筹措剩下的钱给他。至于斩草除根之事，我倒是有个主意，或许可以让别人替我们办了此事。不是，她一个闺阁女儿，能有这么厉害？厉不厉害？明日一问便知。建叔，明早去江府，叫他来学琴。是。还有，宫玉城那几个手下尽快解决。眼下通州之计在即，最要紧的是让燕家安全出京。届时，他们就算有通天的手段，也难掀波澜。周大人送了什么东西来，竟让姑娘如此伤心？一封人人都想得到的东西。行了，你下去吧，明日还要一早出府呢。是。相告定妃下落，让吾与其相见。当年之乱，吾回京已晚，定妃为人所迫，妻皇父死，此时亦困顿佳节之死。吾与阁下道不同，本不相为谋。然阁下今以定妃未死之事相诱，又言当年之案还有内情，望如实相告一切。如此，阁下信中所提将金陵之众编入军中一事，或可议之。难怪逆党会觉得这下半封信捏着燕家的命脉。燕火也为了稳住平南王，追问薛定妃的下落，竟在信中写了些假意周旋之语。若是旁人看着，恐怕的确会被当作勾结逆党的铁证。不过，就薛定妃那德行，燕火爷若见了，怕是会觉得还不如不找吧。
见过皇后娘娘。啊，这是娘娘啊！你是什么东西？谁准你用那种眼神盯着本宫？娘娘息怒，微臣刚刚远远瞧着，以为是天上的仙女下凡，是以多瞧了几眼。本以为微臣的妹妹已是绝色了，想不到世间竟还有皇后娘娘这样的女子。哼！住口！竟敢如此冒犯娘娘！皇后娘娘恕罪。这位是定国公家刚寻回来的世子，今儿个圣上刚刚恩赐了世子官职，还请皇后娘娘网开一面，饶过他这一次吧。原来是薛贵妃的兄长，果然是一门子亲戚，没教养的东西。娘娘所言极是，这薛家满门上下，真没一个好东西。他是从哪里被找回来的？江雪宁啊，江雪宁，上一次除了当皇后，你还记得些什么？罢了，再过1-2年，那薛定妃自然就会回来。这一次燕侯爷还在世，总会有相见之时。小哥，我家姑娘求见谢少时，还请您通禀一声。见过先生。信呢？这么紧要的东西，自然不会带在身上了。那你来做什么？学生担心先生有话要问，一大早便赶来了。先生连杯茶都不招待吗？我看你想要的不是茶，是这焦安5万两银票，还有那逆党的永绝后患吧。宁儿，你果真有本事啊！这本事也都是同先生学的，也好让先生尝尝被人蒙在鼓里的滋味。那半封信事关重大，不是你可以拿来赌气的儿戏。此番若是你计划落空了，亦或是逆党还有后招呢，见识燕家怎么办？宁儿，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些话，你都忘了是吗？所以我才故意让你知道的嘛。我跟你说过，我不是神仙，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料到。如果有万一呢？这一次是我轻率了，也是我利用了你，我向你赔罪。可是先生，有些话你也忘了。你我曾经说好要相互信任，互通有无的。上次的事情不是跟你解释过了吗？你还想如何？学生希望先生从今往后事前有商量，事后有交代。你就不怕知道越多，死得越快？我若是怕死，便不会与先生同路这么久了。答应你也可以，赶紧把信给我。其实那封信学生自己处理也行。好，我拿给你。从今往后，你若再这么胆大包天，行些阳奉阴违的事，学生明白，学生谨记先生教诲。那就多谢先生，学生先回去了。是你能看见什么我看不见的？我实在是不明白，这江雪宁既不恭顺又不温柔，牙尖嘴利，尖酸刻薄，整日就知道给先生添麻烦。先生到底为何对他与众不同啊？你呀，到底还是太嫩了些。哎，这人啊，他都是有一定极限的。你想啊，谢居安从小经历了那么多惨绝人寰之事，现在又背负了那么多秘密，还每天过着刀口上舔血的日子。哎呀，谢居安背负了太多了。先生若是需要倾诉，
我不行吗？再不济刀擒那个闷葫芦也成啊。你，你我皆不行，敬畏太重。可这江雪宁则不同，她呢，虽然年岁不大，但是与她势均力敌。他们二人啊，都是看起来冷静，实则都是重情义之人，既相克又相惜。或许啊，这谢居安自己都没有弄清楚对江二姑娘到底是什么感情，但是你看着，终究有一日，他们俩一定会走到一起。这个谢薇，每次遇上燕家之事，反应都奇奇怪怪的。果然，当年的传闻并非是完整的真相。燕侯爷知此消息，却不曾告诉薛家。难不成害薛定妃的也有薛家之人？当年谢薇燕翎杀入皇城，屠尽薛氏满门。若燕翎是为父亲和姑母报仇，那谢薇在此事中扮演的是何角色？他人呢？放下信便走了，定是害怕先生责罚，不敢来见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是。太子殿下，我娘说了，男儿有泪不轻弹，不能哭的。你懂什么？外面都是叛军，他们会杀了我们的。你干什么？这是我舅父从边关带来的虎头鞋。我舅父说了，能打老虎的都是英雄。殿下和我一人采一只，这样咱们就都不怕了。娘娘，他连7岁的生辰都还未过。我儿是君，他是臣，臣为君死，天经地义。就凭尊卑有别，贵贱不等。